那是人类启蒙的瞬间，当无边的天际线点亮视野，燃起无穷想象的空间。但直到20世纪，这股对未知的好奇才从脑海中的想象飞跃到真实的探索。 Oh my goodness, it's beautiful up there. 太空船让我们迈开步伐，奔向遥远的星球，而卫星呢，则协助世界各地通讯、导航，甚至天气变化都能一手掌握。太空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将探索领域扩及到了外太空，也对居住的蓝色星球有更深入的了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8年全球至少有6200万人饱受极端天气之苦。若想保全生命财产，势必得精准掌握风暴动向，而这仰赖各项数据。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because that is the region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极端天气的威胁，生活在台湾的居民再熟悉不过。位居台风走廊中心的台湾，每年平均遭受3到4次台风的袭击。所以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它整个技术的深度是比较广，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以现有技术而言，台湾的灾害防护网早已经部署到了外太空了。国家太空中心积极研发卫星系统，已有将近30年的经验。而现在，他们正与美国联手展开一项迫切的新任务，破解极端天气的奥秘。福卫计划是国际合作计划，太空中心是代表台湾，然后 NOAA 就是美国海洋大气总署呢是代表美国。他们将建立一个多卫星系统，被称作星系，搜集大气中的即时资讯，涵盖面是前所未有的广。这次执行福卫7号任务的朱重惠是台湾第1位女性计划主持人。她的团队在完成任务之前，得先通过一连串的重要测试，才能将卫星运送到美国，搭乘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这每一道关卡都难如登天。整合测试组长陈维军，在过去每一项卫星计划是无一不语，这一次又是全新的考验。福卫7号为例，因为它是有6颗卫星，我们有一整个团队，大概50-60人，分成大概是组装跟测试2大部分。福卫7号就是陈维军要面对的空前挑战。它需要将来自不同国家的系统整合起来。卫星的主体、电力、导航与控制系统由英国的厂商提供。通常卫星主体被称为巴士，而不过这台巴士上的乘客身份大不同。It also has payloads, which are the instruments in this case, the things that make measurements. The payload of a satellite in general is just whatever does the mission of the satellite, and in our case for weather and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s. 伊略巴洛是整合测试工程师，负责将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与美国设计的仪器设备装上卫星本体，而陈维军必须确保卫星系统与多国组成的团队都能顺利运作。And we are a whole group of engineers, many very smart people, and all of us good at the one thing we do, but we don't see the whole program the way Wu Jun does. And so it's his responsibility to get us all to work together on the entire constellation. 福卫7号是由6枚相同的卫星组成，它们各有不同的绕行轨道，但对工作团队而言，6颗卫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量以及面临的可能风险也增加6倍以上。所以我们就设置我们叫做卫星保姆。我们每一颗卫星其实有3个保姆，有一个是负责机械部分，2个来负责电机部分。将近60人的团队里，密集的卫星组装、整合、测试的工作是他们过去4年来的日常。如今，一切的努力进入验收阶段。We're preparing for what's called a pre-shipment review, which is a major review where we have an independent board coming to review our progress. And what they're primarily going to assess is whether we are ready to pack the satellites and ship them to the launch site in Cape Canaveral, Florida.
这是验收前的最后一轮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重复进行6次。如果团队想创造革命性的气象预测，他们经不起丝毫失误。若想预知天气变化，必须先对现况有全盘掌握。然而，他们该如何把温度计放上大气层呢？探空气球是其中一种方法。无线电观测仪可以测量大气的温度、湿度和风速。仪器将随着探空气球一起升空释放。升空之后，探空仪上的发报器能将大气资讯及时传递到地面气象站。它随时都在接收资料。这个红色是温度，蓝色的话是像气压，那个绿色相对湿度。那它球走的轨迹会在这边。固定释放2次探空气球是全球800个气象站的天气研究员每天的例行工作。气象地面站以及雷达站都是搜集即时天气资讯的来源。大气的变化实在是很快，我想天气预报一定要先知道现况，才能够推估未来。台湾的气象局副局长郑明典是深获民众信赖的气象专家。他带领气象局的同仁，将即时天气数据输入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来预报气象。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们开始下午的预报讨论会。为了提出更精准的气象预测，全球气象专家无不设法取得最精确的天气数据，用最佳的数值来做预报。尤其在极端天气频繁来袭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对于更详尽的天气资料有着迫切的需求。新加坡是商业金融、观光旅游以及文化荟萃的中心，也是气候研究重镇。严志明是新加坡气象局的资深研究员。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However, in the tropics, there'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新加坡气象局负责对东南亚各国气象单位提供协助，但光靠探空气球和地面站取得的资料远远不足。Most of these upper air sounding stations and ground surface stations, they are located over land area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o areas in the tropics, where Southeast Asia is located, have a relatively sparse spread of such observations. 他们将希望寄托于遥远的高空。目前大约有2000枚卫星绕行地球轨道，协助地表的通讯、导航等等需求，当中也包含了气象卫星进行天气预测。Satellite data is like an eye in the sky. It covers all land and ocean surface areas of the Earth. So these provide crucial information in the data sparse areas, such as in the tropics. 我们讲说一种革命性的观测改变，实际上是卫星。卫星你可以不分日夜，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这群远在天际的太空尖兵，能挽救地球上的宝贵生命。一场台风足以造成上千人死亡，灾损高达数十亿美金。而气候变迁让台风的杀伤力变得更强。精准的天气预报能让人做好防台准备，及早撤离。越精良的资料，预报的准确率就越高。福卫3号的资料也可以改善台风的路径跟降雨的预报。比如说，这是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那有了福卫3号的资料之后，我们是紫色的线，事实上跟实际的莫拉克的走向就蛮接近的。降雨的地点跟它的量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掌握。气象研究员陈德松透过第一手的观测资料，带来有别于以往的预报程度。福卫3号它观测到的是大气环境里面的主要是水汽啦。那水汽的观测更精确之后，就可以有助于数值模式，然后透过超级电脑，然后来掌握到台风的形成。福山其实当初算是实验性因为它是第一个用这种原理去设计的一个
卫星系统。福卫3号过去被誉为最精准的太空温度计，而现在接棒的福卫7号在中低纬度的资料量甚至比福卫3号高出3到4倍，渴望成为最精准的太空温度计2.0。但太空中心团队必须先完成最后一轮测试，并且通过最严苛的验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两边同时也可以。换句话说，从地面到发射升空，路途远比想象来的遥远。而福奇团队接下来的抉择将会增加整个任务的压力，因为他决定先为卫星换上飞行用电池。福卫7号即将在全球天气预报开创革命性的新局。顺时针1、2、3。但是国家太空中心的团队必须先完成所有的测试，并且通过运送前的验收，之后卫星才能运到美国，准备发射。到时候6颗卫星将在美国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搭乘猎鹰重型火箭发射升空。升空后，卫星讯号会先和澳洲的达尔文地面站进行通联，并由太空中心卫星操控室远端接收与传送讯号。肖文宗是国家太空中心的福卫7号任务操作指挥官。卫星从火箭分离之后，第一次通过台湾地面站的时候呢，主要做3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设定卫星电脑的时间；第二个动作呢，是检查太阳能板展开的动作是否已经完成。这关系到说太阳能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充电到卫星电池。第3个动作是检查卫星的健康状态是否正常。等于说一个小 baby 刚诞生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去做它的健康检查，看它是不是一切正常。卫星从火箭分离以后，距离地表高度约720公里。6枚卫星的轨道是一样的，但这个轨道并不是它们的最终目的地。太空中心将控制6颗卫星依序进入距离地表550公里处，沿轨道绕行。每一枚卫星必须花3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最终预定的轨道，这也代表着卫星全部就定位大约需要19个月。只要各自就位，卫星轨道的分布就会集中在比较容易生成热带风暴的中低纬度区域。每一枚卫星上都装载了3种主要仪器。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研发的新一代天线，足以让天气数值的搜集有重大突破。这种新型天线将利用奇妙的物理原理测量大气。试想，一个移动中的物体行进间遭受到更大的阻力，势必使一侧减速，另一侧往阻力小的地方偏移。光从空气进入水中，也因为介质密度较高，出现相同的现象。这种折射现象从光波、无线电波到电磁波都是如此。福卫7号就是利用相同的原理，它会测量 GPS 这类卫星定位系统的讯号，通过不同气层的时候，不同介质产生的折射程度。This bending is caused by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water vapor in the atmosphere. So by measuring that bending, we can then calculate these qualities of the atmosphere. 这种测量技术就叫做无线电衍星技术。Formosat 7 is a GPS radio occultation mission, and it carries, or will carry, the most sensitive GPS receiver ever made for a spacecraft. 福卫7号给我们就是洋面上这种比较低层的水汽分布比较精确的数据。那这个对于天气预报来讲，因为台风的生成，尤其是我们要延长到7天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卫星资料将传送到全球各处地面站接收，但能处理资料的地点只有2处，一个在美国，另一处就在台湾。它的资料是要给使用者分享的，它不可以收费，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我们跟 NOAA 合作这个计划，在资料方面呢，是大家都可以取用。福卫7号测量的数据足以让全球受惠，但前提是福卫7号必须先符合运送的条件。所有的卫星次系统都要通过测试，最关键的就是电力系统。叶家劲
就是福卫7号的电机工程师。就是没有电你就什么都不能做。电力次系统它就好像比喻成我们人类的心脏一样。6枚卫星将仰赖太阳能板发电，并利用电池储备电力。卫星绕地球一样，有白天跟晚上，晚上没有电就是靠卫星电池。而卫星使用的锂电池，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机和电脑一样，使用久了，电池势必会耗损。所以福卫7号安装飞行电池的时机，必须尽可能靠近发射时间，才能替电池争取更长的使用寿命。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池效能有没有损伤哦？福卫7号团队必须决定何时将卫星内的测试电池全面更换为全新的飞行电池。新型火箭的研发测试需要时间，因此 SpaceX 的发射时程已经延宕了2年多，就算审查过关，也可能无法如期升空。如果超过半年，我们会到时候会做一个分析，看是不是要把装好的飞行电池再拿出来。当然，这个的确是比较大的工程。随着运送前的验收越来越逼近，太空中心团队必须先通过这一道关卡，才能前进美国的发射场。美国的合作伙伴也同样寄予厚望，这让陈维军与团队成员面临空前的压力。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与美国海洋及大气总署合作研发的划时代卫星系统，此刻正等待着装箱前的最后验收。装箱前的整备已经完成，6枚卫星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升空，以维持元件的最佳效能。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团队将以最严格的标准，针对6颗卫星进行评估。飞行电池已经安装完毕，这群太空尖兵准备披上战袍，抵御外太空的极端条件。随着卫星每一次绕行地球，都将遭遇太阳直射的荧光面与背光面。就以近地轨道卫星来说，福卫7号所要面对的是动辄超过正负摄氏100度的极端温差考验。卫星上每一个零件都有温度的耐受性，一旦超过极限，效能就会下降。那其中最窄的是那个卫星电池，它通常最高温不可以超过30度，最低温不能低过-10度。卫星为了能有效正常运作，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之内，而这层闪闪发亮的多层热绝缘体将有效阻挡热传导并反射太阳辐射。如果是对温度敏感的元件，工作团队就得在这些零件周围妥善包覆隔热材料。而且6枚卫星得要贴好贴满，过程费时又耗工。眼看验收时程逼近，陈维军正承受着分秒必争的时间压力。这是陈维军最熟悉的抒压方式，从福卫5号学习到的人生课题。福卫5号是台湾第一颗自制卫星。我们常常在想说，福卫5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一失败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太空中心就可能要裁撤，因为我们没办法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当时太空中心的团队必须从零开始打造高解析度光学遥测卫星，计划耗资新台币56亿。太空中心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热切的关注和压力。那种压力就是慢慢的压力呈现，但一直到一些症状出现，比如说我会晚上会失眠，睡不着，隔天精神就很差，所以我就得要去看精神科医生。陈维军试图利用各种方法与压力和平共处。那时候就开始，比如说找各式各样的运动，因为运动就是这样，就是让你忘记这个工作与繁琐的一个烦恼的情绪，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个调整，这样慢慢的我就克服那个失眠的这个毛病，这样。最终，陈维军靠着意志力克服了内心的焦虑，而同一时间，太空中心也顺利打造了第1枚 MIT 卫星。2017年8月25日，福卫5号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升空，顺利进入轨道。其实整个世界上对这个研制遥测筹载的国家并没有很多，那我们台湾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研制出来的时候是向世人
证明我们有那能力，其实还蛮骄傲的。但福卫5号的成功不能保证后续计划的成败。眼前的福卫7号就是一项不同的挑战。他们正着手进行最后的重要测试。这一天的检测攸关发射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卫星必须靠推进系统进入任务轨道。推进系统使用的燃料是一种液态化合物，叫做联氨。联氨是一种无色的剧毒液体，将于美国发射现场进行装填。人体一旦接触到联氨，轻则抽搐灼伤，严重将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甚至引发爆炸。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它不会漏，因为燃料充填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预演，我们只有做过泄漏测试。为了确保燃料槽没有渗漏风险，他们将燃料槽灌满气体，再以一条管线连接到水瓶中。如果瓶中液面刻度下降，就表示燃料槽可能存在着致命的外泄风险。工作人员比出 OK， 代表零泄漏，意味着卫星已经通过了泄漏测试，燃料槽完全密封，安全无虞。测试关卡已经全数通过，证明福卫7号已经准备就绪，足以应付一切考验。计划主持人朱重慧比谁都期待进入下个阶段的书面审查，因为他知道审查结果至关重要。美方的话，因为他们官方单位要求提出很多验证资料，就是说我们测试做完了，我们就有测试报告，大概又花费了2-3年去收集这样子的证明。其实我们盼望这个 PSR 就是 Pre-Shipment Review 哈，就是运送前审查这个会已经盼望很久了，因为你要过了这个会议呢，你才有可能把卫星运送到美国准备发射。他们已经费时好几年测试各项系统，记录每一次的结果，里里外外没有一处疏漏。眼下卫星能不能发射升空，攸关着全人类的福祉与梦想。装运前的验收将左右这项计划的命运。太空中心团队的心血结晶，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验收？考验才正要开始。